第一步，打入对方内部，找到有我们思想意识的人加以培养；第二步，通过舆论手段放大负面信息，逐步抹去他们的文化与艺术；第三步，放大欲望，让他们自我腐败、投机倒把、丧失原则；第四步，不惜一切代价孤立分化还能保持清醒的那部分人，让他们成为社会垃圾。这是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和平演变策略的一部分。他认为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就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式提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策略，计划通过一切手段将苏联曾经出现过的负面新闻神圣化，让那些忠于苏联体制的人成为少数，直到把他们彻底孤立。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曾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提过，1958年美国曾向苏联提出建议选拔1万人左右的大学生交换培养。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说法，这批新人有朝一日终会掌权，我们要努力争取这一代人。这批新人正是苏联解体时期的那一代人，尤其是其中一名叫雅科夫列夫的人很重要。倒不是说他对苏联解体起到了什么关键作用，而是他的政治生涯明确佐证了和平演变的具体事实。1973年，还是苏联代理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因为公开发表了一篇批判法国沙文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以及反犹太主义的文章，被解除职务，派往加拿大任职。但是1985年，受到戈尔巴乔夫赏识的雅科夫列夫以谋士的身份再次当上了宣传部部长，同时提出了民主化、公开化、多党制、总统制等一系列改革建议，一跃成为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重要人物之一。直到1991年8月，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分裂苏联、搞乱人们思想为由，建议将其开除党籍。雅科夫列夫的政治生涯才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1964年6月14日，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帝国主义说和平演变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讲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他明白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化战争啊，而我们大概率也是目标之一。事实证明，他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这种和平演变的攻势，在事态不够严重的情况下，基本是感觉不到的。想想我们当下未成年人教育、读教材，以一种诡异到不堪入目的笔法，渲染丑化国人形象，摧残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年人职场为了加班而加班的996福报。还有之前离了大谱的715工作制，尔虞我诈的职场企业文化，有多少人把影视作品反讽的所谓人情世故当成了社会真理？成年人生活看似多姿多彩，累了一天下了班，沙发上一躺，打开手机，小姐姐小哥哥短视频一刷，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社交严重虚拟化，视频平台随随便便7、8亿的日活数据足以说明一切。我自己也爱看，我周围的朋友也基本都是这样。连我80岁的奶奶没事都还刷短视频，窥一斑而知全豹，就跟快乐后的索然无味一样。很多人都知道这样做很无聊，可是忍不住呀，没有了只会更无聊。大家不信可以问问周围的朋友家人，在明知道大多数短视频没有营养、毫无意义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刷？我相信大家得到的答案大概率是消磨时间，具体为什么说不清不知道，也很少有人愿意去想。就跟人类大脑只占人体质量的2%，却要消耗20%的能量一样，思考其实也是一个体力活。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贫瘠的表现。大量没营养没意义的内容已经让很多人的大脑习惯了不思考，或者思考也仅限于浅层思考。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没营养没意义的内容都是哪来的？只是因为人性的需求吗？也就是所谓的内容生产者抓住了用户痛点，不断的复制再复制。可如果给这些内容套上一层和平演变的标签，是有心人通过大量资本放大人性需求，麻痹用户思维，直到彻底沦为一个只会盲目跟风的人，跟那些还能保持独立思考的人进行区分，大家觉得这个猜想还能成立吗？再说成年人的消费，在消费主义毫无底线的渲染下，你可能觉得只是适度消费、适度奢侈。时代进步了，实用主义消费观那一套该变一变了。那么请问你负债了吗？截至2020年底，中国居民总负债200多万亿啊，人均14.3万，全国近7.8亿人负债，逾期率高达42%。这里边有你那一份吗？在这种高度物化的现实条件下，一旦被有心人带了节奏，投机倒把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又还有多少人能遵守原则底线？现在的经济局势不好啊，有很多人清醒了，感觉到了不对劲，想要通过弘扬传统文化的形式，重新激活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民族观念，抵制和平演变，却突然发现我们手里的文化已经没剩下多少。当然不是真的没剩下多少，几千年的传承要说没有大量的底蕴，那指定不可能。只是随着和平演变策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执行实施，很多具备积极意义的文化早已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否了。具体怎么否的，可以参考开头说的雅科夫列夫的事迹，借助舆论传播扩散，无限放大这些传统文化的负面价值，否定正面积极意义，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负面新闻神圣化，潜移默化地打击国人民族自信心。久而久之，国人自己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提不起自信心，又怎么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还是经过工业化加持包装过的侵蚀？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最近几年国家是不是一直都在提倡传统文化复兴？
可结果要么成效不大，只是在小范围内复苏，要么再次陷入形式主义、消费主义的陷阱，不重实效，重包装。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国人自己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自信，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有句话说得好呀，得民心者得天下。当人民不再和国家统一战线的时候，因人民意识而诞生的国家又该怎么去力挽狂澜？若真到了不可补救的时候，人民真正应该抱怨的到底是国家还是自己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却不知道或许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成了局中人。这样的手段，这所谓的和平演变，你怕吗？怕什么？不用怕。老话说得好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世界上就没有破不了的局。和平演变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依托于文化的战争，说白了就是文化入侵。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文明体系有个特点，包容，直接导致很多外来文化在中国不论好坏，只需要稍微包装一下就能摇身一变成了文化交流。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文化交流与文化入侵到底该如何判定的矛盾。再加上很多人压根不在意这个，依旧还是老观念，觉得中国文化几千年传承也不是没有被外族入侵过，不都轻松融合同化了吗？完全就忽略了游牧文明相比于农耕文明其实是弱势文明，而农耕文明相比于工业文明，农耕文明才是那个弱势文明。结果就是现在的中国文明在融合同化这些外来文明的时候举步维艰，就算是有舆论管控，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依然想方设法的渗透，各种谐音梗、字幕梗轮番上，总不能大搞文字狱吧？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保全中国文明特色的情况下维护中国文明利益，抵制文化入侵？我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话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不怕和平演变？日本的一位政治家是这么说的，只要让人民过上了幸福而富足的生活，大家就可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大家遇到了问题都可以反映，政府官员会去认真有效的解决，没有人抱怨，就不会害怕被人渗透，和平演变了。但是我觉得他这话说的有水分啊。我曾经写过一个关于日本民生现状的课题，最后的结论是物质没压力，精神没希望，老龄化、少子化，年轻人躺平，经济被压制，国防被控制。虽然物质上确实富足，可社会矛盾也是肉眼可见的尖锐啊。那我要是在靖国神社循环播放《大刀进行曲》，大家觉得日本人会不会抵制我？很明显嘛，资本主义不怕和平演变的原因绝不是这个，或者说不单纯是这个。我想到了一个词，文明的排他性。很多人都觉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言论自由的天堂，什么都能说，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只是相比于我们，人家管控的更为精确，仅此而已。比如麦卡锡运动，美国黑豹党多位黑人革命领导人被秘密处刑，切格瓦拉被秘密处刑等等。或者大家有国外经历的可以回想一下，在国外舆论平台上，除了官媒，还能看到多少体现中国正面意义的内容？在国外的日常生活上，除了中国制造，又还能看到多少具备中国文化符号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啊，资本主义国家不怕和平演变的主要原因就与这个文明的排他性相关，压根就不接受外界文化，怎么可能被和平演变？但是在中国，文明排他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就被渲染成了一个负面的属性，意思就是中国文明只有包容属性，而没有排他属性。这很明显不正常呀。就比如我有一个坏苹果，我不想要，打算送给你，你还不能不要，因为你包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哪个文明经得起这么折腾？中国文明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啊，要想在保全中国文明特色的情况下，维护中国文明利益，抵制文化入侵，就得从文明的排他性入手，把所有乱七八糟的垃圾文化通通给它撵回去。最起码以后不能接受了，一些符合中国文明价值观的，没有夹带私货的，则可以保留，方便进一步的融合同化。但是想要做到这些，光靠国家或者相关机构肯定是不够的。国家是人民的，想要确立文明的排他性地位，就得靠人民自己的民族意识或者国家意识，为中国文明抵制文化入侵做背书，不能让国家独自奋斗呀。有个很著名的传播学理论，沉默螺旋理论，意思就是面对一些负面问题，越是学鸵鸟那样把头埋在土里，选择回避不发声，这些负面问题所夹带的垃圾信息反而传播得更广，威胁更大。只有旗帜鲜明，坚定自身立场，就是要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角度去发声，才能最大化保全国家利益、自身利益。剩下的就是如何判断文化交流与文化入侵差异的问题了。其实很简单啊，剖开现象看本质。比如一直被海外影视作品大肆渲染的个人英雄主义，很明显就跟我们向来提倡的集体主义背道而驰呀，不符合民族核心价值观，肯定是要抵制的。再比如消费主义陷阱，也不符合我们文明体系所崇尚的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消费价值观，也是要抵制的。这里要提醒一下，我说的抵制的只是这些外来文化背后所夹带的西方文明价值观。大家可千万别断章取义，认为我就是要全盘抵制外来文化，那还怎么保全我们文明体系独有的包容属性啊？这一点还是要客观看待的。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